这里曾是运河、淮河、黄河交汇的地点，因盐运和漕粮仓储盛极一时。这里也是周恩来总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乡。在他光辉的历史与人物背后，还有在烟火气里认真生活的人们。沿着运河北上，第2站，我来到淮安。22度的就开始出错，名产有幸。最有名的就是大强面馆。哇，出乎意料的好吃！10多年了，开玩笑。有点过于热闹了吧？第2天一早，准备出门吃个早饭。刚走了300米，看到巷道口冒着热气，好多人围在一个烧饼摊前。叉酥是什么东西啊？叉酥是油酥鸡爪。招牌就是叉酥是吗？那烧饼都好吃。什么的招牌？那就烧饼站的都比较少。你弄个红糖吃多轻一点。另外有的时候吃叉酥吃不惯。它这个是油是吗？油酥对，大豆黄豆油。豆油，那我就一个红糖，一个叉酥的吧。烧饼好的这个长的是这个叉酥，这个圆的是。它这个皮很脆。挺香的，它有那种烤出来的那种锅气。叉酥的那个馅是一层一层卷起来的，然后上面还撒了鸡毛。它里面这个馅是那种咸的，然后有那种豆子的味道。试一下这个红糖。一个人2回吃呀？它这个红糖还挺绵密的。我们用的广西的红糖。对，广西的甘蔗比较多。贾师傅因为在家排行老5，所以给店起名贾五烧饼。他们一家做烧饼已经30多年了，坚持老面发酵，用料考究，出色的手艺和实惠的价格是很多本地人早餐的固定选择。那种老面发出来的是不是比较好吃一点？就香一点。这是酱水做的，食用酱。现在弄的面食了，都是99%都是发酵粉。发酵粉才弄的那个，做出来不咸，没有这种咸味儿。它的面粉完全是发酵过的，看着大，不实在。不实在。对，不实在。你们是30多年一直都做烧饼吗？对。30多年了。从22度的就开始出错了。做了几十年。你们这价格是不是都很多年都没变过呀？好几年了。好多年都没变过。现在大环境都就变了，还变吗？生意就维持些生意，实质东西都上下维持了。左右邻居都老看护，你可以长在3号，说了吧，自然是不断定的。那你们一天大概能挣多少呀？营业额？小本生意挣个几百块钱。几百块挣。那你这儿还有人工费呢？都是你家人是吧？家里人。这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伴侣。我注意到贾师傅他们的店招和菜单很有设计感，上面甚至还有英文翻译。这整个这个牌子都是他们赞助的。对，还有给了我那个围裙啊、护袖啊，给了餐巾纸啊，给了不少。市里面有个这个宣传，我们这个老字号，我们这都是老字号的。扶持老字号的。这个老字号对。比较有名的。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们是非遗啊？对喽。我告诉你，好像这个3年以前凭这个名特优信呐，名特优信是名特优信产品。对。名特优信。名特优信就好像。这个今天生意算是不好的，基本上你要下午过来的时候全要排队，正常要等20分钟到半小时。真的。我这个生意下午生意更好。这个现在没人做了，因为什么呢？成本高，利润低，价格卖不出来。对。但是我看价格还挺实惠的。实惠。你拿出来那个萝卜丝有对吧？你拿回来买的，准备吃一下子。他家的萝卜丝烧饼也好吃。我吃不下了，我吃了2个了，没事，不用，谢谢。你那是甜的是吧？有个甜的，一个叉酥。他家萝卜丝用猪油拌的馅儿。拿胖出来，你拿一下。没事，我明天早上来再来。
淮安的早点很好的，淮安的早点很多。你们就是经常来这儿吃？我们就住在这里。做这种烧饼的人现在很少，淮安你也找不到几家了。哦，那我运气还挺好的。我们淮安的面条也可以，最有名的就网上都说的就是大强面馆。大强面。对，大小的大，强大的强。哦，大强面。那个鳝鱼面，我们淮安叫长鱼。哦。你们外地人就叫黄鳝。就这个地方有小火车，2块钱，就一直可以坐到苏州区，就草上飞。就那个你到苏州区，这里没什么玩的。好的。那个，我推一个我好朋友给你。哦。他如果有时间的话，他可以带你转一转。哦，真的。对，他因为他自己就是她老公是搞文史研究的，他自己平时做义工帮忙在那个状元府。你们也是宣传我们淮安嘛？这是我的微信。对。已经准备好了。我拉了一个小群，我把我的嫂子拉进来，看看她有没有时间。她也很热心肠的一个人，她如果要有时间带你逛一逛什么之类的，来跟你讲一讲。而且她家里面自己本身也是古色古香的那种。好，谢谢，太感谢了。没事。3点钟就忙了，5点是高峰期了。5点高峰期。高峰那是高峰。你们这不卖外卖是吧？没有时间。没时间搞哈。外卖就是这么着，客人自己打电话叫外卖来，河南的、北京的，还有海南的那边，打电话到这边来，要说怕看快递，顺丰快递自己出运来呀，我卖3块钱块还3块钱块，他自己出运来，先吃了饭，又叫这个顺丰快递来。你们打算再做多少年啊？看身体吧，我今年59了，59了，68年生的，59了，再看几年嘛，看看能体力身体状况嘛。我不看见多人打电话呢，真打电话。哎，那你们电话是多少呀？135 115 3832。好。你个称第二，没得人敢称第一。客人讲我不敢说。这客人说的。客人说你个要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这会儿准备坐那个有轨，刚说完这个有轨电车，然后去周恩来纪念馆那边。太方便了，又有这个美团的电单车。淮安这个城市真的很舒服，感觉跟扬州拥有同款的天气，景色就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感受到的那种愉悦的心情是相同的，而且人还比较少，物价来说应该也比扬州低不少吧。骑到周恩来故居这里了，那我就先来周恩来故居看看吧。来以前读书的书房，898年3月5日，东边的这间屋子，左边的是他父亲，右边的是母亲。我感觉周总理长得还是挺像他妈妈的。这是他的小叔母陈氏，陈氏哪里人呢？我们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我们周总理的启蒙老师。这位是谁呢？是周总理的四伯父，叫周宜根。总理呢为什么会到东北去读书呀？就是四伯父当年呢在东北做了财政厅的科长。他的薪水呢可以供一个孩子读书。周总理是周家N字辈的长子长孙，所以他带周恩来到东北去读书了。因为他自己呢没有孩子。这一段看得好感动。原来在飞机上，这张照片和这段话还挺搭的。我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吴承恩也是他家乡的人。
周总理的故居看完了，就是全程仔细看，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是里面介绍了很多他的生平、早年的经历，然后还有他后面所做的一些革命贡献，然后包括还有他和他妻子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就觉得周总理他早年遇到了很多有知识有涵养的人，给了他很多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影响他，最后让他成长为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每个阶段他都遇到了很不错的人，伟大人物的诞生真的是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的，还是他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思想的一些转化，就跟他自己的关系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和他妻子邓颖超的那个感情故事还是蛮感人的。就是我有看到那个邓颖超应该是在周总理去世之后吧，有写一篇散文，说到他之前去参加那个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因为他们俩都很喜欢那个海棠花嘛，然后邓颖超就在周恩来的那个书里面给他放了一朵剪下来的海棠，就给他压在书里，带到日内瓦那边去，可能翻看的时候，就可能希望他那种很繁忙的节奏中抽离出来，就是让思维稍微休息一下。我觉得这种细节就非常的触动人，就能看出他对这个人的重视程度。包括他们俩好像也经常用那种枫叶呀，然后植物作为书签压在书里面，或者是记在信里面，就是以表思念。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浪漫的。虽然周总理夫妇两人都曾嘱咐不要为他们修建纪念馆，但后来还是修建了。开始我还觉得这样是否有违他们的意愿，但又转念一想，群众的期望始终也是他们的软肋吧。到这个中国漕运博物馆了，我感觉都没什么人。青口水利枢纽是中国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枢纽工程之一。明代时，黄河常常夺淮入海，泛滥成灾。当时潘季训出任河道总督，负责治理运河。他提出蓄水攻沙和蓄氢刷黄的策略，主要通过在洪泽湖右侧修筑堤坝高家堰，蓄积洪泽湖的水量，抬高水位，冲刷黄河，并在河道修建多个输水坝。河道变窄就可以提高湖水的冲速，二来也可以抵挡黄河的泥沙倒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这个方法一直被传承沿用至清代。我还在想要不要去那个大哥推荐的那个姐姐家，总感觉有点麻烦别人。一个是很打扰，然后再一个就是别人还得带你出来转，就是非常非常打扰感觉。再说吧。《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他家的客厅和诞生地。吴承恩是张氏生的，这个卧室的区不知道怎么说，就感觉和周恩来的那个诞生地有点如出一辙呢。是当时格局就是这样，还是说就是打造成这样的？这里这个光景好好看，就是此刻这种夕阳打进来，在这里看看书，写写字。孙悟空的原型，据鲁迅等人推断，来自于民间传说里的怀锅水神吴之奇，他是淮水灾患的象征，形似猿猴，力大无穷，超凡神通，因引发风浪阻碍治水，而被大禹镇于龟山之下。猴子的形象和水患有关，起源于《山海经·南次二经》里记载的猴形水怪长幼。古代学者认为吴之奇是长幼的后裔。明代时，吴承恩生长的淮安地区因城市繁华，运河便利，汇集众多幽灵才子，他常能听到各种版本的西游故事。于是他将吴之奇的传说和西游故事结合，最终创作出这部集大成之作《西游记》。傍晚，我
找了一家当地人推荐的苍蝇馆子去吃他家的特色软兜长鱼。我这个豆腐先上来了，我试一下。这是韭菜炒豆腐的感觉，但它豆腐很嫩，入口即化那种，而且韭菜很香，有点像烧烤那种韭菜的味道。来试一下这个软兜长鱼，终于上来了。其实也没等太久，他们上菜速度还挺快的。哇，出乎意料的好吃耶！软兜长鱼是运河催生的码头菜，淮安水网密布，是黄鳝的高产地带，且因码头漕运繁忙，需要快做快吃补体力的菜系，所以软兜长鱼讲究急火快炒。叫软兜是因为在汆烫活鳝时，会先用纱布兜住，防止鳝鱼窜动变形。乾隆沿运河南下，左宗棠驻淮安治水的时候，都曾对它赞不绝口。于是这道菜逐渐演变为运河名菜。在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上，周总理选了淮扬菜为主菜系，于是软兜长鱼也作为第一道热菜登场，又被称为开国第一菜。就我是一个不怎么吃鳝鱼的人，但这个好好吃啊，一点鱼腥味都没有，而且它肉质也是那种很鲜，然后可能只比豆腐稍微紧实一点的那种，而且它全部脱骨了，味道里面还带着有那个洋葱的一点甜味。果然，这个苍蝇馆的火是有它道理的。但我觉得，就味道上来说，好像这个炒豆腐和这个软兜黄鱼没有太大区别，就食材它本身味道不同，但它做法好像很像。这个油脂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它水应该放的也不少，就让你吃不出那种很油腻的感觉。这样一顿的话是50，就这个40，这个10块。你们开到几点呢？9点吧。晚上9点。9点半。就你爸爸一个厨师在这吗？对。那他还挺麻利的，因为我感觉上菜速度还挺快的。30多年了，开玩笑。30多年。哦，他20岁开的，20岁开的。哇塞，他30几年。厉害厉害。多年的经验，必须得快。还挺好吃的，你们家。哎，这边还挺热闹的。这广场还挺大的。虽然是在黑夜里，但唱歌的叔叔阿姨们每个人的神情都很明亮。这种认真又投入的氛围不断吸引着路过的人，遇到想唱的加入一起唱，不想唱了随时离开。无论认不认识，大家一起唱就都认识了。还有跳新疆舞的。和合唱团的随意性不同，新疆舞这边是有备而来。我惊讶于叔叔阿姨们精致的新疆服饰和装扮，仪式感和气场犹如置身国际舞台，表情管理也丝毫不输韩国练习生。这个和谐、包容、充满生命力的广场叫大运河广场。第3天早上来热心大哥推荐的大强面馆吃长鱼面。我这个长鱼面已经上来了，然后它就是一份这个长鱼的浇头，然后1碗面，然后这个面特别大1碗。然后我感觉这个浇头的做法有点像昨天晚上吃的那个软豆长鱼。看他们有些人会单独先吃一个这个，我也先吃一个这个试试味儿吧，然后再把它倒进去。我觉得它相比昨天那家肉质会更紧一点，然后味道的话没有那边那么咸，然后制作法很像，就是还是会放胡椒，然后它这边里面对配菜也是有洋葱和那个青胡椒的，对，它这个有韭菜和木耳，木耳炒得很香，先倒进来。
加一点它这个桌上放的有醋，试一下，应该会没有那么腻了。是面条上面的裹的有那个黑胡椒，加点醋会更好，就口感上更丰富，它会综合一点那个咸味。之前在别的地方，对，都做了好多年了。我老公都做厨师，我们家女儿都20几岁了。哦，女儿出生之前就在做厨师了。没办法呀，没上学啊。哦，只有干苦力咯。那你们手艺很好，味道很好。我昨天吃那个一个烧饼，然后那个有个大叔推荐你们这儿。他也是本地的，他说你们这儿很正宗味道，然后我就今天就来了。对，陈潘二公祠是纪念那个陈宣和潘季训2个治理运河的官员。这里还有陈宣的一个雕像。刚去那个陈潘二公祠里面看了一下，就了解了一下。其实陈宣主要是开这个新疆浦这条河道，然后包括修了很多闸口，然后以及有一些疏通运河的一些功绩。潘季训他当时提出的那个疏水攻沙决策方针，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当时那个黄河的那个泥沙很多嘛，然后他就是抬高了河场，水会漫过堤岸。当时他在这边就是把那个洪泽湖修筑了那个一个堤坝，叫高家堰，把洪泽湖的水给蓄起来之后，冲刷黄河的水，就是把泥沙给冲走，就叫这个疏水攻沙。这个方案也一直延续了几百年。本来没有潘季训的那个祠堂的，好像是乾隆南巡的时候，觉得说潘季训的功劳其实不比陈宣低，就觉得潘季训也应该被大家所纪念，修了这个陈宣和潘季训2个人一起的这个祠堂。陈潘二公祠后面有个小门，穿出来是个小院子，放着小曲，没有人，非常安静。院子周围有3个小店，主要是书店、文创和非遗体验。这里还有那个北上电视剧的那个剧照，还刚好有徐则成的这本书呢。北上电视剧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你自己看喜欢哪一款？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我就在想，它除了这个和的，还有没有别的？等会老板你可以让他给你仔细介绍一下。好，这样摸一下。对，然后往上就都摆那直接滚进去了。是这个手艺其实比较考验的是前期雕的那一部分。对，到后面就是大家都男女老少都可以，前面雕下来一块是比较困难的。是，而且它得反着雕哈。对，所以雕版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都是反。它跟擦印，擦印不是，擦印它是正字，它是正的字，就像我们手上玩硬币嘛，硬币你把纸放在上面，它铅笔去涂，那个就是个擦印的过程。这个墨是那种一般写毛笔字的墨吗？不是，那个是墨汁，这个是油墨。哦。它跟墨汁比的话，它就干得很慢。但是它呈现效果好呀。甲马其实它是就是属于一种叫人跟天地一个媒介。所以他们那边的甲马纸都非常的薄，因为它用过了，它就给烧掉了。哦。就云南那边它是拿来祭神的，就是相当于烧。一个差不多。好。然后这是叫符热，然后那边有个汤子，这个叫汤子，然后这样刷啊，对。哎，你们怎么想到要做开这个店的呢？我以前开书店。以前开书店。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书店是在印刷厂里面，我觉得跟我这个整个都比较
匹配。然后那年非遗传承人也请假了。哦，你是非遗传承人啊？对啊，他后来书店开倒闭了。然后就搬到这边来。可以了，就这样了。就回去之后拿胶带一贴，这样是最好的。那现在是不是等它干啊？你今天等不了，我给你装起来。你回家之后就给它拿起来，给它放一放。运河带走了货物和岁月，留下了一代代人存在的痕迹。吴承恩在运河边汲取着天南海北的故事。周总理儿时沿着运河去外公家求学读书，他们都曾生活在这里，被同一条河流滋养。如今运河也许失去了昔日的效用，但它却像一条时间的纽带，沟通着我们与他们，未来与现在。下期我将去到运河水集济宁，这里的人不擅长说漂亮话，但修书、理发、熬汤，样样做到骨子里。他们以己为路，走出自己的芳华。